日军的清水师团到长福去清剿新四军，不仅扑了空，还让人踩了尾巴。这事你知道吗？我天天跟在部长的身边，只关心灾情，没注意这方面的战况。你真会装啊！这情报是你泄露的吧？真不是我，部长，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情。我要是知道，那也是部长您跟我说的。不过日本人清剿新四军也不是第一次扑空了，这次还有熊万东的黄协军配合，那可真是一群饭桶，没准事儿就坏在他们身上。熊万东，你要不提啊，我还真把他给忘了。这小子当初和潘达打得火热，在我身上是验货拔毛。部长，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其实是熊万东向共产党泄的密，我也不是单指熊万东，其他几支黄协军也有可能向共产党泄密。干嘛非得说问题出在我们这儿啊？有这可能，可是日本人不会这么想啊。哎，周淮海兑现了他的承诺，昨天把款项押往了苏州，2000万的储备券。储备券你知道吗？那是汪主席准备推行的新货币。正因为是新货币，所以多拨了500万。部长，这事儿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宁可要这1500万的法币，也不要这2000万的储备券。这储备券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不能流通，就是一堆废纸啊！如果要强制推行，那就要大费周折，耗费时间呢。部长，你们看前面怎么突然多了好多日军？我们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哨卡呀！部长，他们让我们停车怎么办？把车开过去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停车！停！没看见我车牌吗？对不起，林部长，你的秘书在你的车上吗？在，找他有什么事儿？风影佐将军命令，我们要把他带到梅机关，请林部长不要干涉。一定是有人在后面砸黑砖，不希望我跟您在一起。妈的，太不给我面子了！部长，您也别生气了，我跟他们去。不过，您还是听我一句，这储备券千万不能要，否则的话，好人让别人当了，您拿了一堆废纸，还成坏人了，不合算。徐小姐，我们如此冒昧，没有吓到你吧？你怎么会在我的办公室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日本梅机关的秦器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经过我们调查，你的身份有共产党嫌疑。我奉银佐将军之命，前来请你跟我走一趟。这就想抓我？恐怕你们没有这个权利。这是租界，不是你们日本人的天下。不，金小姐，我说的是请，不是抓。不过，我很欣赏你的勇气。你也未免太天真了。在当今的中国，还有哪里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？以后的重庆、延安都会是我们的，何况这里一个小小的租界。
请吧。请允许我收拾一下。可以。辛小姐，这种老套的把戏，我们就不要再玩了。带走。我是秦琪，请转告将军，他要的鱼我抓到了。将军，人已带到。你就是邢书元，这匾额是什么意思？后唐的亡国君主李煜，他的字号重光。这房子起这个名字，很有深意。你一个女人知道的还真不少。看见外面的花园了吗？那里埋了上百的中国人，他们都是反日分子。他们和你一样进来，然后却永远地留在那儿了。你不怕吗？命里注定的事，怕有什么用？那好，跟我来吧。认识她吗？她叫雪儿，在这儿已经被拷打了1天了，上过电刑，坐过老虎凳，灌过辣椒水儿。一个原本清秀的姑娘，你瞧瞧她，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怎么？你不害怕？也没有半点同情心。你想不想救他一命？什么意思？你要如实说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和帅飘是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了，我会考虑放了你。帅飘？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，我能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他的岳父卢孝安死了，他就跑过来抱你们的大腿了？你很会狡辩。这很符合共产党人的特征。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至于你说的共产党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是一个中国人。如果你认为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是共产党，你当然可以说我是。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不想说是吧？那好，把他的衣服给扒了。嗨，慢着，我自己来。你
们真的不在乎一个女人的羞耻？南京的女人在乎羞耻，可是她们却被你们这些人任意的强暴奸杀。没有羞耻心的不是女人，是你们这些野兽强盗。就凭你刚才说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那你现在就杀了我吧！从我被你们抓起来的那1分钟起，我早就不在乎生死。不过我在这里遭遇到的一切，都会被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所周知，全世界人都会知道你们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样罪恶的勾当。没想到一个漂亮的姑娘，性情却如此刚烈。把他们2个先押下去。来。将军，帅飘被抓，是把他带到这里，还是先关起来？把他带到监听室，我也去。将军的意思是？监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，我要和他一起听听那2个女人见面会说些什么。我明白了，这是试探帅飘跟他们关系的最好方法。哼。将军，你们搞错了吧？不是要带我到审讯室的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监听室。我抓了2个女人，邢淑媛和雪儿，把她们关在了地下室。我想和你一起听听他们2个人都会说些什么，怎么样？你会紧张吗？雪儿也在这儿，你们把雪儿也抓了？不是，将军，这个事情我要跟你解释一下。雪儿跟我任何的公事都没有关系，她只是一个卖水果的。当初我回上海的时候，穷困潦倒，是她爷爷收留了我，所以我才认识她的。可是她跟我政治上、经济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啊。那她为什么和邢淑媛有联系？我也不知道这个邢淑媛为什么要接近她，她也许是为了要继续调查我吧。您知道，我的岳父是卢孝安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我又做了林部长的秘书，所以很多的媒体啊，他都想采访我。将军，你要审问就审问我，跟他们没有关系的。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，我们是要证据。你如果心里没鬼，就老老实实的听下去。帅先生，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会吐露真言吗？是在濒临死亡的绝境当中，何况是2个女人。当她们在黑暗里见不到一丝光明，就会因为绝望而崩溃。所有的秘密都会吐露出来。我要的就是这个。你的这种方式倒是挺新鲜的，我也很好奇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会说什么。啊，不过我问心无愧啊，将军，我相信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对你有价值的东西。你少故作贞洁。如果查出你跟共党有关系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把机器打开。
没事，不怕，没事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煤气罐重光堂的地下室。我曾经听人跟我说过，这里是有名的杀人窟。真的吗？好可怕啊！怕有什么用啊？他们为什么把你抓进来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在卖水果，就来了几个日本兵，他们就问我认不认识帅票，我说认识啊，结果他们就把我抓到这儿，问我是不是共产党。我哪知道什么共产党啊！我就是个卖水果的，结果他们就不相信，就拷打我。邢小姐，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抓进来的吗？我跟他们说了，我就是一个报社的编辑。你也知道，可他们非说我是什么共产党。是，我不喜欢日本人是真的，可是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有几个中国人，他们是喜欢日本人的？啊，我跟帅票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没说过什么共产党，什么日本人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了。就你那个帅飘哥，以为娶了卢家大小姐就有靠山了，结果呢，靠山山倒，日本人照样不相信他。哎，你说，他是他，我们是我们，凭什么他捅的娄子要我们来承担啊？我们是不是要冤死了？邢小姐，你别生气，帅飘哥是个好人。他是个好人，他顶多算是一个趋炎附势、唯利是图的小人。反正不管你怎么说，在我心里他就是好人。自从爷爷去世以后，就剩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。邢小姐，我有个秘密告诉你，你想知道吗？什么秘密啊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讲哦。好，就我自己知道，不告诉别人。帅票哥有脚气，他要是把鞋脱了，会把一屋子人都熏死的。有脚气啊！哎，你说，他有脚气，卢小姐是怎么能忍得住不把他轰出家门的？雪儿啊，你会不会唱歌啊？我唱歌会走调，但是我会一首，是帅票哥教我的。没关系，唱来听听好不好？春天里来百花香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，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。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，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为了吃来为了穿，昼夜都要忙。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，没有钱也得吃晚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。他来了。将军，多半是为了姓帅的，您见还是不见？见，把他请到这儿来。嗨。林部长来了。林部长来了，我要当面听听，看他会说些什么。不过要换一种方式。来人，
部长，你要去哪里？营佐将军办公室不是在那边吗？你这是把我往哪儿带啊？营佐将军现在在监听室，我们抓到了与帅飘有关的2个女人。将军想要听听他们到底会说些什么。林部长，崇光堂的地下室，你应该知道是哪里。原来你们是用这种办法讨口供啊！实在是高。他们俩说了什么了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跟我来吧。将军，林部长来了。将军阁下。林部长，对不起，只能在这儿见你。你是为了他来的吧？啊，我的秘书被绑过来了，我自然要过来看看。有人说他和共产党有关系。帅飘跟共产党有联系？不可能，我没发现。他是卢孝安的女婿啊。卢孝安对皇军忠心耿耿，是有目共睹的。最后，他给军统害得那么惨，他的女婿是共产党，这太牵强了。知道清乡计划的人只有极少数。帅飘作为你的贴身秘书，不是他泄的密，还会有谁呢？关于清乡计划的情报，我给帅飘是半点没有透露。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，保密守则我还是知道的。说他通共，那还不如说我通共了。林部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共产党或者军统有没有人渗透到你的身边？据我所知，这个邢书元就和军统的司马空走得很近嘛。是。现在我们抓了邢书元和雪儿，就是想帮林部长清查一下身边的人。这个邢书元我也抓过，没证据，只能把他放了。毕竟他是租界的著名记者。再说了，汪主席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，这要是闹得沸沸扬扬的，那就影响汪主席的声誉啊！我得替他着想。至于雪儿，那就是一个卖水果的小丫头，她爷爷倒是个老混混，这个我们都查得清清楚楚。怎么，将军阁下又有了新的线索？哼，给他松绑。部长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这就是平白无故被诬陷。谁诬陷你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清乡计划。你们要查泄密，应该从清乡委员会里查，啊？还有那些什么皇协军的将领，知道这事人也不是少数啊。凭什么单单要从部长身边找啊？我跟部长去太湖边啊，那是视察灾情去的，根本没有参加什么军事行动。部长，您说是不是？啊？是这么回事。吕秘书会平白无故的诬陷你？吕秘书，将军，你要是相信那个吕秘书的话，那您就上了他的大当了。那个吕秘书跟我有过节，他这是公报私仇，借刀杀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要替那个真正通共的潘达报仇，我真是冤枉啊！那个潘达，就通共的潘达，当初吕秘书就是匆匆忙忙赶过去下毒灭口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这种人你都不怀疑，你偏偏要怀疑我，我不是冤枉是什么？我不是不服气吗？我肯定不服气啊！将军，
我之前替我的岳父，现在替林部长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难道你们皇军就没有体察吗？将军，这帅票说的是事实啊，这您都知道。你好，我明白了。将军，正经银行的涉谷和领事馆3师高信军来了，在会客室等你。我现在就去。你可以把他带走，还有那2个女人。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完，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放心吧，将军阁下。部长，谢谢您为我开脱，我以后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为您效劳。我不是为你开脱，我是实话实说。不过，现在日本人盯上你了，你以后的行为规则是少说多做，懂吗？明白。哎，部长，那是些什么人？正经银行涩谷，领事馆的高信，钱大奎、罗军强，周淮海。我听说啊，最近成立了中央储备委员会，那他们一定是来跟日本人开会的吧？怎么没您呢？中储会是财政部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部长，这个中储会啊，决定财政方向，统管所有的银行系统，制定金融政策。这罗军强是江苏的皇协军司令，他都进了中储会，您是江苏省的主席，不应该排除在外的。不管他们，我们走。你一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赶过来了。怎么样，在梅机关那儿没受人苦吧？我倒是没吃苦，雪儿和舒媛为了我吃了不少苦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我可能就出不来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日本人在江南清乡扑了空，恼羞成怒，追查所谓的泄密者。他们想通过窃听他们的谈话来找我的证据，但是他们很机警，日本人没抓到任何把柄。现在他们已经被转押到76号了。老郑，你放心，我会尽早把他们救出来的。我听说林世群去了梅机关，他有什么打算？这个人狡猾透顶，表面上是在为我开脱，其实啊是在为自己开脱。如果你有问题，他要担责任，但是这个责任他担不起。日本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好在舒媛和雪儿很争气，没有漏半点口风，所以我才能瞒天过海混过来。我有意跟他们提到皇协军，我对日本人说，很有可能是皇协军在跟共产党联系。所以老郑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们做一些工作，故意让日本人拿到一些你们跟皇协军联系的证据，这样一来可以替我解围，二来可以让敌人内部狗咬狗。还记得那个熊万东吗？就是皇协军的司令，他黑了林世群20万，林世群这次不会放过他的。熊万东这个汉奸，在驻防区内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早就该死。不光是他，还有周淮海、林世群，还有汪伪政权的那些人，他们个个利欲熏心，拼命的捞钱捞权。这个汉奸政权的人，都该死。帅票，这可是我第一次从你的嘴里听到这些啊！老郑，
如果我要求参加你们共产党，你们会要我吗？半年多的底层生活，让帅飘真正了解了劳苦大众的苦难。他觉醒了，他完成了从家仇到国恨的转变。帅飘意识到，伪政权和日本人才是造成一切悲剧的根源。他决定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觉悟人。世群，我刚才看见日本宪兵把邢淑媛他们给押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营佐派人把他送来的吗？我就在想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他们不信任我？日本人抓住共产党，不是一直都由76号来处理吗？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他们没有证据。本来营佐是耍了个计谋，想从他们的口中套出帅飘通共的把柄，可结果呢，什么也没捞着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正好给你了一个机会吗？下面怎么做就全看你的手段了。另外，帅飘真的没有问题吗？目前看来没有。不过，帅飘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胆略实在是令人可怕呀。骤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我观此人的心智啊，是深不可测。你说，他怎么连句怨言都没有啊？啊？我刚才坐在这想，我越想啊，我越是惊出一身冷汗。那，你现在想怎么样啊？像帅飘这种人呐，只可立，不可留。一旦我把他的价值榨光了，也就是他死期到了。历代银行打来电话，那边出了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财政部下令让上海市所有的银行将法币兑换成储备券发行，可是民们不接受啊，都到银行门口去闹事儿。现在人越聚越多，经理已经没办法了，所以打电话过来问您看怎么办。妈的，肯定是周淮海捣的鬼。现在我就跟你去银行。帅彪，谢谢。你刚才提出来的愿望，我非常赞赏。共产党欢迎所有爱国有志之士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阵营中，但是参加共产党是有条件的，是要经受考验，甚至是血与火的考验。老郑啊，我都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，我愿意接受共产党任何考验。那你告诉我，你靠拢林士群真实的目的是什么？帮他发财，发大财。老郑，你看，就像这杯水，水只有这么多，而这个杯子呢，又被周淮海把着。我让林士群从这个杯子里挖水，挖一勺就少一勺，不停地挖，他就不停地少，直到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全部挖干，那这个杯子也就没有用了。这绝不可能。周淮海和林士群的利益是一致的，他们有冲突，但是绝不会是利害冲突。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他们有利害冲突，甚至反目成仇。什么？就是他。钱，只有钱才可以把他们打倒，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。可是我们地下党没有钱呐，用钱打倒这两个人，就算把全党的钱凑起来，也不够啊。我不用共产党的钱，我用周淮海的钱，用林士群的钱。你不是说笑吧？用他们的钱打他们，怎么打？老郑，汪伪政权最薄弱的是什么？经济基础。他们管辖的沪杭宁一带是块大肥肉，但是这块肥肉
日本人在啃，汪精卫在啃，汪精卫政府的人都在啃，搞得是民不聊生，暗无天日啊！老郑，我认为战争有时候不是光靠武力的，经济也可以决定胜败。你直说吧，你怎么做？我要打乱他们的经济秩序，削弱他们的经济基础。再具体一点。货币，周淮海的财政部推行储备券，而林士群控制的江苏通用法币，法币和储备券他们之间的兑换就大有文章可做。法币全国通用，储备券刚刚推行，也就是说，法币是强势货币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强势货币可以逼使弱势货币贬值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汪伪政权的货币制度就乱了。谁先下手，谁就大赚一笔。我想那个输家输了钱之后，一定会比割肉还疼。这就是仇。可这事关汪伪政权的经济体制，他们能这么不顾大局吗？眼里只有利益的人，他们的座右铭只有一个字：贪。贪的人是不会顾全大局的。我仔细观察过，林士群、周淮海、汪精卫、陈公博，甚至他们的夫人，个个都是利欲熏心，都在拼命的捞钱。当他们把这些钱都捞到自己荷包里的时候，这个政权离垮台也就不远了。这个政权被捞空了，他们就没有钱再养军队了，然后他们就不断地向日本人要钱，日本人要维持这个汉奸政权，也会被掏空。这倒是抗日的另一个手段啊。世群，甩票刚才跟我说了一件事儿，哎呦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什么事情吓你一大跳啊？他可说了啊，他能马上让我们赚到1000万。他想用这件事儿啊来换那2个女儿的自由。其实不止1000万，也有可能是2000万，就看您够不够狠心了。甩票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直接说。部长，您贵为江苏省的主席，可是实际控制的面积只有苏锡常一带，而这一带又恰恰是江苏的鱼米之乡，富得流油。可是赋税却不归您呢。这次我跟您去江苏，我是亲眼看到了，虽然您有利泰银行，但是还是缺钱花，没办法，就只能搜刮民脂民膏，搞得是怨声载道。其实部长您也正为这事发愁呢，对吗？话虽然说的不好听，但这是事实。那你为何不把你那几千万的储备券拿到上海来抛出去？这一进一出，那就发大财了。你这是馊主意，这不是挖周淮海的墙角吗？苏锡常虽然是部长控制的，可是他们的赋税却是由周淮海来收的。他这就不是挖你们的墙角吗？他早就说过要把这个赋税还给您，可是他只说不做呀。您在这方面吃的亏还算少吗？你这是包藏祸心，挑动我扰乱经济秩序。据我所知啊，任元道在南京，罗君强在安徽，那赋税都是自收自用的。为了捞钱，连鸦片捐这种东西都出来了，难道他们就不是扰乱经济秩序吗？部长，您贵为省主席，又是汪主席面前的红人，不如他们也就罢了。可怜您的76号，现在都得像那个黑帮一样，靠这个收保护费来赚钱啊！还有那个周楚慧，您也亲眼看见了，连罗君强都参与了，您却没有资格。发行储备券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都不告知您一声，是谁在扰乱经济秩序啊？是他们呀！胡扯！我这买进卖出的，不是明摆着和周淮海打擂台吗？他要告我怎么办？当然不能您出面了，应该是由利泰银行出面，再把汪夫人拉进来，大家一起发财。那周淮海啊，就只有吃哑巴亏的份儿了。捞他个几千万，就是10个76号也能养得起啊。
这件事情等我考虑考虑，考虑清楚再说吧。部长，您可以再考虑，但是邢淑媛和雪儿的事儿，还是希望您能答应我，赶快放了他们。不行，这2个人牵涉到共党，我不但不能放，还要杀了他们。您要是真动了杀心呐，您也就到头了。你他妈威胁我，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抓，把你们一起？考虑清楚再说吧。部长，您可以再考虑，但是邢淑媛和雪儿的事儿，还是希望您能答应我，赶快放了他们。不行，这2个人牵涉到共党，我不但不能放，还要杀了他们。您要是真动了杀心呐，您也就到头了。你他妈威胁我，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抓，把你们一起送到刑场去？您要抓我杀我，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您无非是要撇清江苏清乡计划泄露的事情。可是我要是死了，您在日本人面前就没有任何筹码了。一个连秘书都是通共分子的人，还能做得上76号的位置吗？你还敢威胁我？在下不敢。我只是想告诉您，杀我或者邢淑媛，对您百害无一利。表面上看，您现在危机四伏，但是只要处理得好，完全会变成反戈一击的大好时机呀。接着说。部长，难道您忘了吗？这是我们之前就商量好的呀。剿共失利，日本人和周淮海马上就家暴了1000万，您的第一个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您现在手上有几千万的储备券，那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你怎么来发这笔大财呀？这是第一。那这第二呢？第二，这个计划的泄露，其实根本就追查不到我们头上，这明显是有人挑拨离间、落井下石。尹总把我放了，把邢淑媛他们交给你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心里也没底啊。您要是现在把他们杀了，那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部长，人家设个套，你怎么就往里钻呢？现在把人杀了，到时候人家再告你一个杀人灭口，您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！这番折腾，日本人就更不相信您了。水漂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第三，部长您一直信奉的是狡兔3窟的策略，对吧？所以您想在重庆那边给自己留条退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您早知道邢淑媛的身份，却没有抓她。可如果这次您把她杀了，那不就是把这条退路给堵上了吗？就这上面3条，您把他们放了，肯定比您把他们杀了更有利。而且日本人现在也没有抓到任何证据，您要是把他们放了，这不显得您更加的襟怀坦白吗？那些设计下套的人，就是想咬您一口，他也没地方可咬啊，对不对？行了，别再说了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您不能再犹豫了。这件事儿和抛售储备券的事儿，那都是机会，时机不等人呐。如果是有人抢先了一步发了大财，您后悔都来不及呀，部长。这2件事情我要好好考虑考虑再说。你先出去。是。世群，这水漂刚才说的话，听得我这心里是一阵一阵的热。你怎么就不感兴趣呢？这是操控金融的老招数了，没什么新意。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混不下去了，就是用这个招数他才发的财。知道后果吗？货币贬值，通货膨胀，政权不稳呐。
汪先生的政权从来都不稳，要不是有日本人，早就垮了。可我是中央常委、江苏省主席，我不能这样。这很像共党的诡计呀，懂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大好的发财机会就这么放弃了？当然不了。周淮海把持着财政，赚的是满盆满钵。我林世群苦哈哈的，就像个穷苦力一样。这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这钱是真的。周淮海卡着我的财源，处处跟我为难。我要让他大放血。你同意了？王主席呢不懂经济，周淮海这几天到浙江去，这是大好的机会。你找一下汪夫人，答应他，给他20%的好处，这样汪主席就不说话了。我不方便出面，你用利泰银行出面。好，我这就去办啊。哎，我的底线呢是5000万，纸币呀靠不住，挣的所有钱全部换成金条。这回啊，一定要让周淮海大吐血一次。你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法子呀！你刚才还说呢，这像是共党的诡计。帅飘这个人不简单呐，过去我没把他看在眼里，现在看来，他的心机深得很呐。时机到了，对他绝不能手软。那2个女人放不放？现在不能放，继续关着。我不让他有这个机会。干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你导演的吧？什么导演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别跟我耍滑头，林世群狗屁都不懂，炒弄货币，是不是你教他的？是我教的，怎么了？我的目的就是救出邢淑媛，其他的我才不管呢。我就知道你小子不简单，你在给他下烂药。周淮海下令，我们属于重庆的4大银行，全部要购买储备权。重庆为此非常恼火。怎么着？你开了个口子，我们都跟着一起炒。你们不能炒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储备券啊，它过2年就会大贬值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了根本就没用。这东西只跟你们国民政府的法币有比价，跟其他外币都没有比价。它根本就没有发行基础，就是一堆废纸，你知道吗？可周淮海强买强卖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跟林世群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不能同流合污的。啊，不过你们防范工作还是要做好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军统不是有武力吗？你们手上那家伙又不是吃干饭的。行，我看你小子怎么处理。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。知道，邢淑媛呗。没错，邢淑媛为了你被日本人抓了，你必须救她出来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为了这个事儿，我前2天差点跟林世群翻脸了。再说了，除了邢淑媛，还有雪儿呢。雪儿为了这件事儿被日本人毒打，我心里比你着急多了。雪儿是你的事儿，我只管邢淑媛。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我的女人有个3长2短，这笔账就记在你头上了。你的女人？哎，俺们想吃天鹅肉。岂有此理！
要是再让储备券这样胡闹下去，上海的经济就完了。已经完了。你还没看今天的报纸吗？看看头版，登的什么？这就2天的功夫，转眼间已经到了这一步田地了。汪精卫以为他是谁呀？皇上，印几张废纸就骗取钱财，这种贪婪卑鄙的行径，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。事已至此，说这些气话都无济于事了。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。的确不能再袖手旁观了，不然别说上海，就连重庆，甚至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会毁在伪政府的手里。县长，你不可以进去。外面都已经要天下大乱了，二位还真是处事不惊啊！胡经理，这个人硬要闯进来。行，你先出去吧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留洋归来、到处招摇过市的帅博士。刚伺候完了卢孝安，现在又给林士群当走狗。储备券这事儿，就是林士群和周淮海在背后搞的鬼，这里面肯定少不了你的份儿。不错，这件事情本来最早就是我提出来的。要想在上海立足，就得拼命捞钱，而且要不择手段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想炫耀一下你造成的恶果吗？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种人，请你出去。我本来是想来确认一下，国民政府名下的4大银行，是不是真的甘当缩头乌龟？我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理，一定会强烈谴责你们这种强制推行储备券的行为。谴责？哎呀，看来我是没看错呀，你们真的是要当这个缩头乌龟呀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以为，就目前的情况，你们4大银行会和外国银行联合起来，一致公开拒绝接受储备券，甚至是停业以示抗议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回去会向林部长报告的。你们4大银行就是4大软蛋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不足为惧。拜拜。胡兄，他这是……我明白，这个人虽然为虎作伥，但是倒给咱们提了个醒。帅飘之所以私自与胡白2人会面，表面上是不知廉耻的耀武扬威一番，但实际则是引导国民政府4大银行接下来的对策。这不仅仅是对林士群和周淮海的一记猛击，同时也是关键时刻自己的一根救命稻草。成了，成了，部长。别急，慢慢说。什么成了？现在上海的储备券大幅度升值，连周太太都抛了法币买进了储备券呢。哦，他买了多少？1000多万呢。这个周太太平日里吃斋念佛，跟个仙人似的，没想到啊，借了钱啊，仙人也动了凡心。这个仙人呐，该落入凡间了，是时候进入下一步了。部长，我已经准备通知银行，大量的抛出储备券。我算了一下，这次咱们能挣2000万呢。2000万连塞牙缝都不够呢。我把江苏所有的储备券全运到上海来，都交给你，抛了吧。啊，这几千万的储备券抛出去，在上海就等于扔了个定时炸弹呢。让你干就干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不是部长，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搞得太大了？我是怕万一这储备券贬值了，那周太太的1000多万打了水漂，要是周院长回来了，知道这事儿，那还不得杀了我呀？哼哼，杀人的工作不是他干的，是我林士群。去吧，我替你撑腰。是。世学，这次咱们可真是赚大了。你这话说的不准确，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赚钱呐。
我们是为了江苏的经济稳定繁荣。老郑，水兵，你来正好。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？储备券被大量抛售以后，一路下跌，现在和法币的比值已经到了5比1。照这么贬下去，它就会一钱不值。对了，我听说林士群从江苏换来了大量的储备券，到上海抛售，就这一次，他就赚了好几千万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这不奇怪。储备券变成了纸，汪伪政权的货币就一文不值，它就会失去社会公信力，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就会大乱。帅彪啊，你这一招胜过消灭他10万大军呐！这个汪伪政权腐败透顶，不灭它真是天理难容。我听说啊，周淮海从浙江回来以后，知道了这件事，气得直吐血，跑到南京，狠狠地告了林士群一状。那汪精卫有什么反应？哼，他这次凭空赚了1500万，他能说什么？不过这一次，周淮海和林士群倒是真的成了死对头了。我看周淮海这个样子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这正是我要的结果。可是我看你忧心忡忡的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是疏远他们，他们被关了很久。我几次向林士群提出来要放他们，都被林士群拒绝了，而且不让我探视。我担心林士群把他们扣为人质，他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你想怎么办？我去找叶秀清，他之前答应过我放人，我要逼他兑现承诺。帅彪，我刚还说要请你吃饭呢，说吧，你是要吃海鲜还是要吃上海菜？林太太，您现在是发财了，听说啊，您数钞票数的手都酸了，这几千万的票子，这屋装都装不下呀。士群说啊，让我给你包一个红包，我觉得这个红包啊一定得大。说，你想要多少？我不要红包，我只要人。我知道你要的是邢淑媛和雪儿，不过他们2个，你可能是要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太不像话了！我离开上海不到1个月，储备券就狂跌了5倍。现在市场上物价飞涨，通货膨胀，经济秩序再这么下去，非乱了套。你们告诉我，谁在捣鬼啊？是谁在捣鬼？谁在捣鬼？院长，你还不是心知肚明吗？储备券都是从日本印好发来的，哪里发行的最多？不就是江苏吗？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，江苏的储备券已经全部抛到上海来了。院长，拨给江苏的储备券都是用来清乡剿共的，这下可倒好，把咱们自己给搅了。院长，你不是向汪主席汇报过了？汪主席是怎么说的？汪主席说，他不懂经济，让我们跟江苏协调，要我们跟日本人商量解决。别提那些日本人了，本来他们坚决要求储备券和日本军票同等价值兑换，可是现在储备券一贬值，他们又要求和法币等值，这不是扇了咱们一个大耳光吗？这件事情的根源还是在江苏。我听说，某些人可是发了大财了。他们是发了大财了啊，可是政府的金融基础可被动摇了，社会秩序也就乱了。吕秘书，马上给林部长打电话，请他过来，我听他当面解释。林太太，我们事先说好的，事成之后你们就放人，现在你们赚钱了，难道要过河拆桥吗？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杀死他们2个跟碾死只蚂蚁一样，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他们死了？没有，他们2个现在在监狱里过得可滋润了。你们要是真杀了他们，那我们就撕破脸了。话别说的那么重。清乡剿共的失败，你以为你能那么轻松的就过关吗？日本人一直抓这件事情不放，是士群替你遮掩过去的。
不过事情总得有人出来顶缸，就是他们两个。部长是怕自己受牵连，所以关着他们不放，想给自己留一手，对吧？没错，我就是给自己留一手。周淮海今天刚回到上海，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。我不想去啊。帅票，你替我跑一趟，去看看他说什么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去啊？我知道周淮海请你去见面是为了什么，你怕自己对付不了，所以让我去，对不对？可是部长，之前我们有过约定，你们赚了钱之后就把雪儿和邢淑媛放了，您自己亲口答应的，您说的话应该兑现吧？你是世群的秘书，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啊？我就这个态度，他们是为了我坐牢的，我要是不救他们，我还是人吗？你放心，你只要这次去了周淮海那儿，帮我度过这一关，我就把他们俩给放了。我们前一次已经约定好了，现在你又加条件，我还怎么相信你啊？你有选择吗？呵呵，这眼神不错啊，就是用错地方了。帅飘，这次我们肯定放人，不过你要先把周淮海应付过去。我不过是个秘书，我有什么资格说话呀？再说了，今天我就算是帮你渡过难关了，他日一旦风向变了，你又会反过头来说我蒙蔽你、操纵你，我还要不要脑袋了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清乡委员会的主任秘书，你有资格发言。你要还不放心，我就让枝江陪你去一趟，好吗？好吧，希望部长能说话算话。怎么就你们两个？林部长呢？部长病了，正在家里养病呢，所以就让我跟帅秘书代表他来开会。生病了啊？我看是故意躲避吧。哎，林秘书，无凭无据的这种话不好乱说的，当心引火烧身呐。我看你这一副坐怀不乱的样子，看来今天你是要演一出诸葛亮舌战群雄喽。此话言过其实，帅某实在不敢当。等着吧，我进去请示一下。你这次真要放了他们？那就要看帅飘的表现了。周淮海一状告到汪主席那儿，又告到日本人那儿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死缠烂打不放啊？因为他的夫人呐，损失了1000万呢，搁谁呢都得吐血。当时就觉得不妥，应该事先放个风给他，周淮海就不至于这么生气了。你要是这么做，这不是明摆着跟我过不去吗？储备券这事儿，我就是为了让周淮海吐血。那金融财政大权凭什么他一人把持啊？为什么呀？没人了。哎呦，可是这样一来啊，他那就是狼窝虎穴。你让帅飘过去，不是等于把帅飘给推进去了吗？我就是要把他推进去。你以为我们挣钱这么容易啊？这事儿肯定要追究下去，那就得有人顶缸啊。谁都知道我林世群不懂得金融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这顶缸的当然是他了。原来你不去见周淮海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可是这周淮海面善心狠，手段毒辣，帅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？他肯定应付不过去嘛。那他的2个女人，就别想轻易走出我们7尺有后。院长说了，让帅飘进去，你在外边等着。好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帅飘，你先进去吧。
你还真是很知趣儿，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。反正也不是我的座位，我只不过是替林部长做的。哎呀，现在全上海都知道一个叫帅飘的财神，你可真是大名鼎鼎啊！我算哪把夜壶啊？周院长才是真正的神，财神爷。好了，既然你代表林部长来的话，我们就开门见山。看到了吧？今天在座的都是中储会的委员。我们刚实施推行的金融政策，就有人肆意破坏，炒买炒卖，赚了大笔的钱呢。我奇怪了，这市面上哪来这么多的储备券呢？印制和发行了多少储备券，只有你们中储会清楚，外人谁会知道？胡说！江苏的储备券全都跑到了上海，那些储备券是给你们清乡剿共用的，可你们倒好，却到这儿来炒买炒卖，把整个上海的金融秩序搞得不像个样子，成了一个烂摊子。其实这也不能怪江苏。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在乡下一个粮油店收到的。粮油店的老板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小贩买米用的，而小贩告诉我，他是到一个布店去买布的时候收到的。诸位仔细看一看，这张储备券只经过了几次的交换，你们现在还能看得清楚它到底是多少面额的储备券吗？一种纸币的发行，流通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。可是这张钞票经过了几次交换以后，居然连它的面额是多少都看不清楚。这种质量跟上厕所的手指有什么区别？请问诸位，这种钞票怎么用呢？怎么流通呢？政府的储备券都是由日本印制的，也是从日本运来的。你不要在这儿转移话题。哈，原来政府发行的纸币还是日货。这种钞票粗制滥造，在江苏根本没办法流通，老百姓根本不认呢。他们都叫它冥币，用它根本就买不到粮食和后勤物资。想到日军那儿补充武器弹药也不行，因为日本的军票只对法币，不对储备券。可是我们要清乡剿共啊，总不能让我们拿一堆废纸在手上吧？所以林部长也没有办法，被逼无奈把它运回上海，兑换成法币使用。否则的话，耽误了清乡剿共，谁负得了这个责啊？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，纯属在狡辩。有人在上海想故意抬高储备券，然后再大肆抛售，赚得满盆满钵呀！这是在搞金融投机，市场就是这样个搅乱嘛。现在100块钱的储备券都买不到东西了，这叫什么？通货膨胀。谁都想追求最大的利益，有钱不赚那是白痴。你没有印钞权呐，100块钱的钞票买不到东西，你们为什么不印制500块钱的、1000元钱的面值的钞票呢？在座的诸位都是专家，如何应对通货膨胀，不会不知道吧？这还要你来说吗？我们已经印制了大面额的钞票，马上就要投放市场了。不止这些，重庆控制的4大银行，我们要强行推行储备券，
禁止法币流通。如果他们不从，我们就采取行动。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。你们有这个权利啊。不过我认为，最关键的还是日本人军票的地位。如果他还是坚持只对美元、只对法币，而不对储备券，那你们所做的这些都是白费呀。搬不动这块石头，一切都是白搭呀。哎呀，你原来真是一个聪明人，你看得很清楚嘛。其实这些只是基本的常识，周院长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是啊，这些常识，10个临时军都不具有。本人到，把他抓起来。是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我？我是代表林部长来的，抓我就是抓林部长。你不要拿林部长说事儿，你欺骗蒙蔽了林部长，你就是他的幕后黑手。喂，我是临时军。那边什么情况？周淮海当场翻脸要抓帅飘，这在我意料之中啊。什么？帅飘驳得他们哑口无言，他们反而还要抓帅飘？让我想想。你别离开，也不要掺和。后面什么情形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好，就这样。世群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是之江来电话，说帅飘在会上把中储会驳的是哑口无言呢。把周淮海都给说成哑巴了。哎呦，他还真是有2把刷子。这周淮海恼羞成怒，正下令要抓帅飘呢。太好了，你不是早就这么想了吗？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撒手不管了。哎，帅飘已经帮我们过了这一关，我们正占着理呢。再说了，他说代表我，那抓他就是抓我呀。那他这是把你推到前面去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事儿我要掂量掂量，该怎么办，我再好好想想。周院长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！你今天抓我，天下人不会服气的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骗子！我抓你杀你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你说什么？公报私仇？我怎么公报私仇了？发起储备券的后果你早就知道，炒买炒卖储备券，院长夫人也参与了，只不过她亏了钱让你生气，所以你把这个罪名加到我的头上，这怎么不是公报私仇啊？污蔑！污蔑！院长夫人怎么可能参与炒卖储备券呢？不但院长夫人参加了，在座的诸位可能都参加了吧？啊，江苏的储备券只有几千万，而市面上炒卖的储备券早就上亿了。这多出来的储备券到底是哪儿的呢？几千万的储备券撼动不了金融市场。林部长只不过是进得快，捞了一票就逃出来了，而你们进得晚，逃不出来了。所以，你们想拿我当替罪羊，我看你们是抓错人了。先把他放开。院长，怎么了？重庆方面控制的4家银行发表联合声明，拒绝储备券，而且还谴责我们强制推行的措施，并且扬言从下周起停止营业，以示抗议。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呀！可你怎么把他给放了？这还不明白？院长马上要向重庆开火了，他把我抓起来了，还怎么跟林部长谈条件呢？不是吗？要想压制重庆的4大银行，就得动武。现如今在上海，只有我们76号可以动手。我代表林部长，如果把我抓了，那林部长
还会动手吗？周院长心里掂量得非常清楚啊。你可真是聪明过了头了。你给我记住，凡是在我面前耍聪明的人，都没有好下场。我记住周院长的话了。江苏储备券的事儿，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？你转告林部长，我要见他，越快越好。是。水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，部长也没事了，以后再没有人追究储备券的事了。嗨，刚才我一听说朱院长要抓你，我就赶紧给部长打电话了。可我一回来就见你没事了。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回去报告林部长，就说周淮海要到76号来，要见他。好。哎，那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我不去了。这个功劳还是算你的吧。我累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哎，老郑，坐下，别看我。情况怎么样？不是。你们共产党街头谈话都是这么偷偷摸摸的？这是为了安全，更是为了你的安全。你知道，一旦有事，我马上可以掩护你撤离这儿。你是要跟我说，这湖里边有人要兴风作浪吗？是的，林志群下了一网，满载而归。可周淮海在下网的时候就打不到鱼了，他只能抽干湖水。竭泽而渔。汪伪政府马上就要推出禁令，禁止法币流通，强制推行储备券。这不就是强盗行径吗？用一堆废纸掠夺财富和资源，物价势必飞涨，老百姓就苦了。他们已经有应对措施了，那就是加印钞票，500元面额、1000元面额，将来出现1万、10万甚至100万元面额的钞票。都不奇怪了，他们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他们心里只有他们自己。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这种倒行逆施，他们的覆灭就不会太远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中储会还有那个中储银行，其实就是日本人的傀儡。你知道吗，老郑？发行新的货币，必须要有准备金。汪伪政府的准备金都必须存在日本的银行里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在操控，什么都可以改变，唯独日本的军票地位不能改变。所以，我们要想办法揭露他们的阴谋。老郑，我这里有些要点，可以让你作为参考。别动。太好了，这都是一针见血。不过，这样的话，对你会不会有影响？不会的。不过可以晚几天发表，等我把舒言他们救出来。林世群几次食言，扣着人不肯放，就是把他们当人质。不过这一次，应该可以把他们放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如果帮他过了这关，他们就会答应你的条件？不是。但是有人会逼着他放人的。对了，老郑，你可以帮我联系上司马公吗？怎么？你要见他？请他到这里来，我就在这等他。重庆方面已经被逼到墙角了，
他应该出手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来见你。重庆已经下令4大银行拒收储备券，并且准备银行关闭，以示抗议。怎么样？这些手段够强硬了吧？这些都是文的。你们军统啊，就喜欢干这种搅浑水的事儿。废话少说，我看你倒是挺悠闲嘛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是你挺悠闲吧？前2天我给你的那些消息，你根本就没当回事儿。重庆已经下令4大银行拒收储备券，并且准备银行关闭，以示抗议。怎么样？这些手段够强硬了吧？这些都是文的。周淮海已经找过林世群了，就要动武了。他们没这个胆量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前段时间军统和76号大干了一场，双方死伤都不少。林世群和周淮海分别通过不同的渠道向戴老板要求停火，戴老板同意了。所以上海平静了不少时间，我们也乐得清闲。重燃战火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这次跟以往不同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涉及到经济利益，4大银行关张已经戳到他们痛处了，这狗急了还跳墙呢。你想太多了。哎，这些都是共产党教你的吧？他们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火拼，他们好从中渔利，是不是？你真是个不开窍的木脑瓜子，知道吗？你非要看到人头落地才行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你说了也是白说。拿着，当心啊，鱼跳上来咬你2口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哎，我有话问你呢，你问鱼去吧，老子懒得理你。紧张过度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周院长在百忙之中还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啊，不胜荣幸啊！来人，上茶，茶就免了。中储会请你，你却让帅飘去，你生病了？我这头疼，现在还疼，疼得要命啊！听说你们把他给抓了，你很聪明啊，让帅飘来当炮灰。我知道你头疼什么，我给你送药来了，我能治你的头疼，但是你也要治着我的头疼。我指的是重庆控制的那几家银行。我听说了。他们公然扯旗跟你对着干，你是想借我们76号给他们下马威？这几家银行很不像话，拒绝接受储备券。他们一带头，美国的花旗银行、英国的渣打银行都跟着起哄。日本人很恼火，所以要杀一儆百，维持金融秩序。你想过没有？这要是一动武，那重庆方面就不会善罢甘休啊！这一旦挑起战火来，又是一场流血冲突啊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上海是我们的天下，储备券推行不顺，就会危及到经济，危及到我们政权的稳固，大家的利益都要受损呐。世军呐，我们来谈个条件怎么样啊？中国银行的经理胡建长，中央银行的经理白之纪，那都是重庆孔兆熙的心腹，是这几家银行的带头羊。我不想再在上海见到他们。
只要你能做到，之前储备券的事儿，我就不追究了。怎么样？就这条件？简单。可以，我答应了。好，那我就等你消息了啊。谁呀？经理，中央银行的白经理和2位客人到了，请进。白经理，请。胡兄，哟，白兄，哎呀，你把戴维和琳达都请来了。对呀，来，请坐。胡兄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戴维代表美国花旗银行，琳达代表英国渣打银行，他们都很关心我们的行动啊。胡经理。我收到的子弹已经不下20颗了。要说我和白兄代表国民政府银行，就谢谢你们了。帅彪，我找你1下午了，部长去参加周院长的家宴了，他让你也过去。周院长家宴，他们见面了？下午就见过了，赶紧去吧。我们走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干活去。英美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，有他们的支持，我的底气就更足了。重庆来电要我们保持强硬的态度，绝不能向日伪低头。哎呀，时间太晚了，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家吧。我还是自己走回去吧。胡先生、白先生，你们今天下了班不能回去，赶快找地方躲起来。又是你！你是不是奉林世群的命令来杀我们灭口的？是有人要杀你们，但不是我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救我们？我没时间跟你们解释了，特务已经出动了，赶快躲起来吧。我为什么要躲？我们又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再说，我躲过了今天，能躲过明天吗？胡兄说的对呀，我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倒是你为什么给我们报信？而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不是林世群下的圈套呢？因为日伪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因为我也是中国人，因为我跟你们一样，也不愿意出卖良心、卖国求荣。请你们相信我好吗？我相信你。自从你上次来找我们，我就明白了，你那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对策。我相信你，
不会做千夫所指的事情，也相信你不会和那帮汉奸走狗同流合污。既然相信我，就请听我的话，赶快找地方躲起来，最好是离开上海，好吗？我们不会走，我不能走，走了就是输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宁愿死也不愿输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们不惧生死，他奈我何？没想到，银行界还有像你们这样的铁血男儿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小伙子，倒是你潜伏在林世群的手底下，忍辱负重，也很值得敬佩。只是，我希望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绝不能近墨者黑，和这帮民族败类同流合污。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下场。救他们！救我！你快走！这些家伙来者不善，让他们认出你来就麻烦了。快走啊！都给我听好了，一个活都别留！走！哎，二位没事吧？啊，你看见了吗？这里是租界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倒是你不要再和我们在一起了，否则让他们认出来，你也会有很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了，二位没事就好，千万当心啊！你放心，特务们不敢再来了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！是啊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各自回家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？赵队长呢？队长事儿还没忙完呢，他还要晚一点才能回来。你们都回来了，他干嘛去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不过是打个前站，不把巡捕吸引走了，他怎么好下手啊？走走走走走。一直在这等你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等急了吧？让你担惊受怕了。说不担心是假的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回家，回家。胡先生，胡先生，我来晚了。答应我一件事。您说吧，您说吧。不屈服，不做亡国奴。我会照办的，我会照办的。胡先生，胡先生，胡先生。
陈清暗杀与己无关。哎，停一下，来份晚报。做贼心虚，走，回大美晚报。哎，帅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有什么急事？哎，放开我！好好看看。胡和班死了。昨天胡建长就死在我怀里，他夫人也死了。我本来之前赶过去警告他们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向日伪低头，宁可死也不苟且偷生。76号就下了毒手。不是，你怎么不通知我呀？我怎么没通知你啊？放手！昨天在兆丰公园，你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。他们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啊？你他妈在这睡大觉，做你的皇上美梦！是我错了，我被他们骗了，我以为是共产党的计。胡和白的死，我有责任。2位爱国志士，2条人命，自作聪明。太好了，这就是给那些抗日分子敲的警钟。我看以后谁还敢跟我们作对？周院长说的是，胡建长和白之际这2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他们现在完全就是咎由自取。来，世群呐，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个胡建长和白之际是孔兆熙的心腹，我们这么一来，就是和重庆方面彻底翻脸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哎，你多虑了，我已经发表了声明，澄清此事跟我们无关。你这是欲盖弥彰，自欺欺人呐！重庆方面又不是傻子，他们会看不出来？那这件事情的后果，想必林部长心中有数，也一定有遮掩的办法了。我当然有办法。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就是帅票，是他出的主意，杀掉胡建长和白之际。非常好，世群呐，这件事情就落在你身上了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好了，告辞了。啊，留步，慢走。你怎么能当着周淮海的面把枪口对准帅飘呢？胡建长和白之际临死前，有人看见他和他们在中国银行门口。他去干什么？那肯定是通风报信的。昨晚上之江去沙湖，差点被安南巡抚给抓住了。我怀疑啊，也是他。这个人留在身边就是个隐患。可是帅飘毕竟帮我们做了这么多事，这是有目共睹的呀。所以我没有自己亲自动手，我把他拉进来当替罪羊，谁也说不了我什么。记住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志江，部长，志江，你现在就到监狱把那2个女的给放掉。对了，再在新世纪大酒店摆一桌，把帅票也叫上。是。由你出面陪他们吃顿饭。我去陪他们？
你怎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他们给放了呢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一石二鸟。林士群在此时放出邢书元和雪儿，就是污蔑帅飘为了释放他们，担任了杀害胡白的凶手。自从帅飘的能力一览无余地展示在林士群面前，林士群就感觉到帅飘的作用和危险一样巨大。对林士群而言，让帅飘为了掩护自己而死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这就是林士群所谓的一石二鸟。帅飘，赵队长，跑哪儿去了？林太太到处找你。林太太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让部长兑现诺言吗？他兑现了，他同意放了邢书元和雪儿，我亲自办。我已经把他们送去新世纪了。林太太正要请他们吃饭，给他们压惊，结果找你，你反而不在。我头有点疼，所以就多睡了一会儿，来晚了。你说他们去新世纪了？赶紧去吧，到了那儿就能把他们接走了。哎，好，赶紧去吧啊！新世纪。这杯酒既是给你们接风，也是给你们压惊的。来，喝了它，你们就自由了。你们把我们关这么久，又突然之间给放了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日本人怀疑你们是共党，转到76号之后，一直要求杀了你们。是林部长顶住了压力，这不，现在没有人注意了，他立马就下令要放了你们。帅飘，帅飘哥，我好想你。没事了，雪儿，没事，我也很想你们，我一直很担心你们的安危，没事就好。这个场面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帅飘啊，我看我还是不要在这儿打扰你跟2个小美人团聚了吧。林太太慢走。哎，舒远，坐吧。雪儿，来，坐。舒远，你也坐。舒远，雪儿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莫名其妙被抓进去，又莫名其妙把我们放出来。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，你们俩这次能够放出来，完全是因为林世群的自作聪明。不过能出来就好，能出来就好。院长，您看，军统的报复果然来了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这林世群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你们在车上坐着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哎，帅先生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死伤这么多人？
都是中储银行的人，没防备好，都被人给杀了。谁干的？光天化日之下敢杀中储银行的人？还有谁啊？军统的司马空，不光这里，市政府门前，他还杀了钱大奎。我估计的没错，果然是司马空采取了报复行动，只是没想到会动手这么快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林世群的阴谋，他本来是想把湖北2人的死转嫁到我和你们头上的，可是他并不知道司马空其实跟我们是一起的。那又如何？活该他这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可一旦这样的话，林世群很可能识破我，然后他反悔，又把你们抓进去。这样，你们现在下车，赶到同福路去，老钟在那等你们。你要去哪儿？回76号，我要跟林世群再照个面，让他无法反悔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。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是不是在你一进房间，我就一枪崩了你？胡建长、白志记死之前，你是不是和他们见过面？没错。我是去劝他们躲起来，可是他们拒绝了，宁死也不肯低头。果然是你通风报信！来人！部长，您可以毙了我，我死了一点都不冤。可是部长您却要做那个冤死鬼，什么意思？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给胡建长和白志记通风报信吗？就是因为我不想让您做这个冤死鬼。您和重庆本来是有默契的，可是周淮海的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个默契。我知道，你跟他之间有协议，他不再追究储备券的事儿。部长，本来您已经占了上风，占了理儿。周淮海恼羞成怒抓了我，明摆的是他心虚理亏啊！我都不害怕，您却怕了。做了他的打手，他一句话就把您送上了不归路，您说您冤不冤呢？接着说。本来杀胡建长、白志记，完全是可以动用宪兵的，但是他却没动，而让您动，这就是要嫁祸于您呐，让您来背这个黑锅。您知道什么是一石二鸟吗？这就是一石二鸟。我之前就知道说不动您，所以跑去跟他们通风报信。想把您摘出来，可惜啊，惨案还是发生了。帅飘在里面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其实这事儿是您心里的结，所以您猜疑我，就把邢书元他们放了，造成我讨好您，给您出了主意，杀了胡建长、白志记，为了酬谢而放了他们，目的就是要让司马空他们的军统把我们除掉。可是司马空他不傻呀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个事情的根源还是在储备券，跟我们跟邢书元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怀疑这个邢书元是共产党。那您就更是大错特错了，您一下子把2条退路全给堵死了，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，部长。这样就不符合您狡兔3步的做人原则了。再旁效的，那就只能是周淮海了。帅飘，你这个人就是太聪明，小心玩火烧了你自己。部长，太聪明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周淮海。钱大奎一死，他就马上让您报复4大银行，对不对？
您不用回答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胡白二人死了之后，司马空的报复并没有针对76号，而是指向了周淮海。为什么？因为重庆方面也非常的清楚祸根在什么地方，当然，周淮海也非常清楚，所以他拼命的要把您卷进来。我现在是泥塘里的鸭子，不黑也黑了。可是鸭子的腿在您自己身上，您随时可以上岸。江苏有那么多的事儿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躲开了。帅彪说的对，我们犯不上给他当枪使，能躲就躲开吧。我们的谈话你听到了？听见了，之江刚才也来过了，周淮海让他带个口信给你。他要你务必于3日之内抓住司马空，摧毁军统在上海的组织，打掉他们的气焰，以便于储备券在上海顺利的推行。不过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你跟军统周旋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说摧毁就摧毁了呢？林太太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就是蹬鼻子上眼。周淮海是要祸害你吗？你先出去。是。这个人不能再留在身边了。可是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呀。这就是他可怕之处啊！他就像你肚里的蛔虫，你想什么他是清清楚楚啊。就像三国里曹操身边的杨修，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。不行，我必须把他调开。这个秘书不能让他再当了。那他的建议，我马上去苏州。上海这趟浑水已经湿了我的脚，我不想把身子再搭进去。我一直在等你们，快进来。帅飘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在这儿等你们。怎么，他没来啊？我们路过中储银行，那里被军统袭击了。他说他回76号去见林士群。老郑，我们在狱中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我看报纸说，重庆方面的同志又被暗杀了。先别急，喝点水。啊。事情的根源是储备券，汪伪政权要强制推行，其目的就是进一步搜刮掠夺财富和资源，为侵华日军充当帮凶。他和林士群达成协议，动用了76号，暗杀了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经理，招致司马空的报复行动。那这样一来，上海就不会平静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看，这是我根据帅飘提供的要点写了一篇文章，准备发表在明天的报纸上。我们要进一步揭露敌人的阴谋，让大众认清他们发行储备券的罪恶目的。我们要在舆论上对他们进行反击，同时也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态度，这也是对正义的支持。太好了，我可以做些什么？舒言，你刚刚出来，不宜公开露面。这样，我们最近正在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，你可以深入到各个阶层的市民当中进行动员。好，我也想参加到你们的行动中去，可以吗？雪儿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，我觉得她完全可以被信任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雪儿，那你就住在这儿啊，给我们当联络员。到时候帅飘也会经常到这儿来，你就负责传递情报，好吗？好。嚣张，太嚣张了！钱大奎就死在市政府门前，中储银行被袭击，这是军统明目张胆的报复。他们的反应如此之快，可是林部长呢？怎么我传了几次话他都没反应啊？想当缩头乌龟吗？我已经给他去了电话了，可他不在上海，
说是去了苏州。去苏州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今天中午。林太太说，那边有急事等着她去处理，她连秘书都没带就去了。哼，想溜，屎拉了一半就想擦屁股，不行，不能让她离开茅房。可她已经离开了。还有，我刚才接到了银行工会的电话，他们对胡建长和白之际这2人的死表示愤慨和谴责。不是我们控制的银行，他们都要联合起来，共同抵制储备券的发行。真没想到，杀了这2个人，竟然起了反作用。好你个林世群呐，这个时候一走了之，把这烂摊子都甩给我了。你向营佐将军报告：1，请日本人出面施压；2，凡是拒绝储备券的银行，一律关门歇业；3，通知宪兵司令部，让他们也采取行动，全城戒严，追捕司马空。我要打掉上海这个军统组织。可是院长，这么一来的话，我们不就走到台前了吗？事到如今，我没别的选择。这个林世群的背后，肯定有高人的，会是谁呀？还能有谁？肯定就是帅飘啊！这个人有如此大的能量，抽时间，我一定要单独的见见他。话日的，你不要命了？能要我命的人还没生下来呢。我有事找你谈。在这儿，大庭广众之下。下一站跟我下车，那边有一牙科诊所，我给你看看牙。躺下，我给你检查一下牙。不就是说话吗？用得着这么装模作样的吗？你跟了共产党，他们没教你最基本的潜伏规则吗？这叫掩护，懂吗？好，掩护。我杀了钱大奎，袭击了中储银行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。你这回表现不错，没有上周淮海的当。你要是报复林世群啊，那这个矛头啊就转移了。终究林世群是杀害胡白2人的凶手，这笔血债总不能不偿还吧？当然要偿还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的源头还是在储备券。你杀了钱大奎，周淮海肯定会疯狂报复的。我写了一篇文章，马上就会在《大美晚报》刊登出来。这样的话，舆论就造出来了，再组织市民抬棺大游行，就造出声势了。只要这帮孙子意识到民众的力量，日伪政权的储备券啊，就不会那么容易推行下去。他们想从经济上搜刮，就不容易了。这是共产党的那一套。共产党、国民党现在都在抗日，我这个非党派都不分，你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？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上海抗日离开这些人还真不行。不过你们搞游行，就不怕被镇压吗？租界现在是孤岛，属于英美工部局管辖的。只要不出租界，日本人就镇压不了。本来76号可以捣乱的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我挑起了林世群和周淮海的矛盾，林世群离开上海，撒手不管了。那我能做什么？胡建长和白志记那天晚上啊，见了英美银行的人，推行储备券，肯定会触及这些国际大银行的利益。只要他们肯出头，那就是给日伪政权当头一棒。不过我见他们不方便，你可以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去。你把邢书元救出来，他对你感激不尽吧？那当然，我不救他，谁救他呀？哎，你把嘴张开，我看。
哟，帅哥，完事了，嘴怎么了？就是你们老板，什么人呢？疼死我了！空哥，不是真给他拔了吧？他自找的。新书员本该是我救的，